先別急着離開。如果你手上持有科技股、租房股或者是國防軍工股，那接下來的这幾分鐘可能決定你今年能不能守住去年的利潤。我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市場不是在崩盤，而是在重新洗牌。問題是你坐的那張椅子可能已經被人盯上了。科技巨頭的宫鬥劇，誰是受寵的，誰是被打入冷宮的？你知道什麼叫七大金剛也會內訌嗎？就在2026年1月，過去那2年被捧上天的7個科技股，微軟、蘋果、谷歌、亞馬遜、Meta、特斯拉、輝達，突然開始上演冰與火之歌。亞馬遜從邊緣人到班上風雲人物，2025年整年，亞馬遜都是頭部七雄裡最慘的那一個，就像班上永遠拿第7名的學生，存在感薄弱連老師都快忘記他的名字了。但是2026年1月风向变了，這位萬年老七突然逆襲成為领漲王。為什麼呢？因為華爾街發現了一個殘酷的真理，估值洼地比成長故事更值錢。你想象一下，你去菜市場買菜，去年最紅的 AI 松露被炒到了天價今年大家突然發現隔壁攤位的雲南白菜其實質量更穩定價格還便宜30%，資金就是這麼現實，不是不愛 AI 了，而是要找性價比更高的 AI。亞馬遜的翻身仗打得非常漂亮，AWS 雲端業務就像收租婆，每個月穩定進賬。AI 版 Alexa 把語音助手從智障升級成為智者，廣告業務呢也悄悄成長為新的印鈔機。技術面上看，股價已經突破237美元支撐位，分析師目標價直指300美元。這不是喊單，這是資金流向的結構性改變。當大家都在追 AI 概念的時候，真正賺到錢的是那些賣水給淘金者的公司。特斯拉從神壇跌落只是時間問題。那如果亞馬遜是鹹魚翻身，那特斯拉就是站得越高摔得越痛的典型案例。1月份頭部七雄裡墊底的表現不是偶然，而是技術面的致命警訊。430到436美元這條支撐線就像大壩的最後一道防線，3次測試後終於潰低，那下一站呢就在395到400美元區間。這可不是隨便說說，而是量價結構崩壞的必然結果。更殘酷的是，當市場的資金開始減肥的時候，那些估值最貴、故事最滿的股票永遠是第一批被拋售的。特斯拉就像一個信用卡透支消費的年輕人，牛市時沒人在意，熊市來臨時，債主呢就會上門。投資建議呢是等到395美元再說，急什麼呢？好公司不會因為跌20%就消失，但是你的資金會因為沒有設置停損而蒸發。輝達困在魔法陣裡的 AI 之王，185到192美元這個區間就像一個看不見的牢籠，把輝達困在裡面。突破192美元就是破關升級，跌破185美元就是遊戲結束，請投幣繼續。這種橫盤整理其實在告訴你一件事，市場對 AI 芯片的狂熱正在降溫，但是還沒完全冷卻。就像燒開的水放了10分鐘，你不知道它現在是80度還是50度，只能用溫度計測量而這個溫度計呢就是185和192這2個價位。Meta 被困在魔法區間的社交之王，642到666美元這個區間不僅數字詭異，走勢呢更加詭異。突破666就做多，跌破642就做空。聽起來非常簡单，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有紀律的執行？Meta 的逻輯非常清楚 ，AI 故事沒變，只是年底資金需要獲利了結，下次財報前這只股票會重新加溫，但前提是你得在600美元這個心理關口附近布局，而不是追高到660再去進場。川普呢下放了3道聖旨，到底誰哭了誰在笑？如果说科技股的輪動是華爾街的內部遊戲，那川普的政策宣布就是外部變量，而且是那種能把整個棋盤掀翻的變量。第一道聖旨，房地產投資者你們被抄家了。川普宣布禁止大型投資者收購住宅，這道政策就像在房地產市場扔了一顆震撼彈。到底是誰受傷最重呢？ Invitation Homes 股票代碼 INVH， 專門買房出租的公司，股價直接跌破26美元，下看到20美元。黑石集团 BX， 全球最大的房地產投資巨頭，跌到147美元，下一站看到135美元。KB Home 股票代碼 KBH， 建商也遭殃，跌破56美元，目標價50美元。
那為什麼川普要這麼做呢？因為美國年輕人買不起房子，政治壓力非常大。當居住正義變成投票籌碼時，華爾街的租金收益就得讓路。這就像政府突然宣布禁止資本家壟斷菜市場，那些靠買菜攤收租的大戶，一夜間生意規模就得崩塌了。第二道圣旨，國防股，你們賺得太爽了。川普对國防承包商下了3道限制：一、禁止股票回购；二、高管薪酬上限500萬美元；第三，強制建設現代化生產設施。洛克希德馬丁、雷神、諾斯諾普格鲁曼，那這些军工巨頭今天集體暴跌。但這裡有一個陰謀論值得思考：川普為什麼要逼這些公司擴產呢？因為戰爭需要產能。無論是委內瑞拉還是格陵蘭，這些地缘政治動作的背後，都需要军工產業鏈的支持。短期利空，中長期呢？如果真的開戰，這些股票可能會以瘋狂的方式反彈。但是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啊，朋友們。圣旨3，委內瑞拉石油誰是最大的贏家 ？VLOO， 這是一家專門處理委內瑞拉重油的煉油廠。為什麼重要呢？因為委內瑞拉的原油又黏又髒，全世界只有少數的煉油廠能夠處理。當美國重新掌控委內瑞拉石油的時候， VLO 就像拿到了独家代理权。這就像全世界只有你家會修某款老爺車，突然挖出了一倉庫的老爺車要修，你這不賺翻了才怪呢，對吧？市場心理圖，標普500的驚險遊戲。標普500指數本周2次創下歷史新高，然後又2次回落。這種走勢有個專業名詞叫階梯式整理，聽起來很溫和，但事實呢是在告訴你，市場已經漲到了呼吸困難的高度。關鍵的阻力位693到694，头肩形態的頸線，支撐位691.5、689.3、686到687。如果用爬山來比喻的話，现在的標普就像登山客在這個海拔6900米的地方，再往上100米就是峰頂了，但是氧氣已經不足了，是繼續攻頂還是下撤休息？市場正在做這個艱難的決定。周五有2件大事會決定方向，第一個就是非農就業數據 NFP， 如果就業數據強勁，那降息的預期就會降低，股市呢可能會回調。第二個就是最高法院裁決川普關稅案。預測市場顯示只有29%的機會通過，但如果真的通過，市場會先暴跌再反彈。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在這個高位震盪的時候，資金比倉位更加值錢。那些藏在暗處的機會與陷阱第一個機會呢，就是這個英特爾它的鹹魚翻身。英特爾單日暴漲6.47%，原因是CES 上發布了這個新的 AI 處理器，技術面上看呢，突破45美元就能看到50美元，5美元的空間，大約是11%的報酬。但是要注意賣壓，44美元有41.6萬股，45美元有97.6萬股，50美元呢大約有52.1萬股。这些賣壓就像這個闖關遊戲的守關魔王每一關都要打贏了才能繼續前進。陷阱呢，就是內存芯片的概念股內存芯片短缺是真的，但是技術面過熱也是真的。這就像你知道某家餐廳很紅但是門口呢已經排起了3個小時的隊，你還得去排嗎？對吧？過熱的股票不是說不能買，而是要等回調。貪婪的代價往往是站崗3個月地雷 CLF 單日暴跌9.2%，目標價呢11.8美元。這種跌法通常代表基本面出了問題，但也可能是訂單下滑了，可能是成本上升了。總之呢，不是技術性回調那麼簡單遠離正在下墜的刀子，除非你確定自己能夠精準的抄底，否則就等它真正落地了再說。如何在這場大風吹中保住你的椅子呢？第一個核心策略就是跟着資金流走，不要跟着感覺走資金正在從高估值成長股流向低估值價值股，這不是信仰這是結構性的變化。那亞馬遜的逆襲它不是偶然，而是這輪波動的一個縮影。第二個核心策略呢，就是政策是最大的風向標。川普的3道聖旨告訴我們，政治風險在2026年會比任何時候都要重要。房地產、國防、能源這些板塊的走勢已經不是財報能解釋的了，而是政策博弈的結果。第3個核心策略是停損比預測更重要。我不管你多看好特斯拉，跌破430美元就應該停損；我不管你多討厭亞馬遜，突破244美元就應該上車。那市場呢，永遠比你聰明，順勢而為才是王道。第4個核心策略是現金永遠是最好的避險工具。當標普500在歷史高位反覆測試時，持有30%到40%的現金不是懦弱，而是紀律。
牛市末期活下來比賺最後1塊錢更重要。最後给大家的忠告，华爾街有句老话，1月涨全年旺，但是这句话的前提是你站在对的一边。2026年1月的市场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舞会，每個人都戴着面具，你不知道誰是王子，誰是乞丐。但是當午夜鐘聲響起，所有的偽裝都會消失。你的任務不是猜誰是王子，而是確保自己不是那個穿着玻璃鞋逃跑的人。記住啊，市場不會因為你虔誠就獎勵你，只會因為你的紀律而放過你。這不是一期讓你一夜暴富的節目，而是一份讓你在2026年活得更久的生存指南。記住啊，在華爾街上活在市場上就是最大的勝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我是老林，我們下期再見，拜拜。